协议3：保护铁域。你在做什么？相信我。2016年的 FPS 游戏市场无疑是一片修罗场，年度超级大作层出不穷。前有《战地1》恢宏的战场画质、真实的战争氛围垄断写实射击玩家，后有《使命召唤13》无限战争年货 IP 的惯性碾压抢占主流市场。守望先锋又以新颖的英雄玩法和全民狂欢的热度，将电竞玩家的目光尽数收入脑中。但有这么一匹整个射击游戏史上最特殊的黑马，它生不逢时，销量远不及预期，惨遭市场埋没，却凭借顶级的玩法设计、教科书级别的剧情叙事、独一无二的机甲美学，在后来的10年里一路低开高走，完成口碑逆袭。从当年的商业炮灰变成如今无数玩家公认的机甲题材永恒神作，它就是《泰坦陨落2》。在时空折叠中穿越废墟，在浩瀚星空中飞檐走壁，更重要的是，它让你在机甲碰撞的激烈战场中书写浪漫。在 FPS 游戏早已内卷成纯竞技、重对抗、轻叙事的当下，市面上绝大多数射击游戏要么沉迷高强度对战排位，要么堆砌逼真画质与硬核枪械，鲜少有人愿意沉下心讲好一个故事。想必 RE 和 EA 当年也没想到，最终让无数玩家记住《泰坦陨落2》的，并非它的联机对战，而仅仅只是它的一个单机战役。《泰坦陨落2》重构了射击游戏的叙事逻辑，把冰冷的战争、硬核的机甲射击与最滚烫、最真挚的双向羁绊绑定，打造出独属于自己的内核。机甲不是武器，泰坦不是工具，人与机甲是战友，是搭档，是生死与共的家人。协议1：连线铁域。在遥远的边境星系，人类星际殖民版图不断扩张，为争夺资源与信誉利益，反抗军与垄断星际势力的星际制造有限公司 IMC 展开了长年累月的对峙混战，战火遍布边境各大星球，而机甲泰坦与专属铁域体系是这场星际战争中最核心的战力。主角杰克·库珀只是反抗军中一名最普通的步枪兵，没有过人天赋，没有特殊身世，唯独怀揣着一个纯粹的梦想。或许有一天，他也能够成为一名身负战友信任、带领战队通往胜利的泰坦铁域。故事的开端是与一场猝不及防的离别与托付。库珀跟随部队执行针对 IMC 的作战任务时，意外遭遇敌军伏击，整支队伍陷入绝境。危急关头，库珀的导师资深铁域拉斯提摩沙上尉为掩护队友、保护库珀，深受致命创伤。临终前，上尉打破星际铁域的专属绑定规则，将自己的专属制式泰坦 BT-7274 的全部操控权交付库珀。就这样，毫无正规铁域认证、未经专业机甲训练的普通步枪兵库珀，临时成为了 BT-7274 的代理铁域。BT 只不过是一台制式量产的机甲，程序刻板严谨，库珀是新兵菜鸟，毫无实战经验。没人相信这一人一机能在这残酷的战场扭转战局，更没人料到这对临时拼凑的搭档会成为整个 FPS 史上最动人的双向奔赴。协议2：坚守任务。命令是要继续特殊作业217，跟安德森少校会合。库珀和 BT 接过了上尉的未果的任务，深入敌后搜寻安德森少校的踪迹。二人深入 IMC 各大秘密基地，一路突破重重防线，击溃无数敌军机甲。在 IMC 生化工厂，他们正面迎战擅长与热技火攻的雇佣兵凯恩，凭借默契配合艰难取胜。随后 BT 说自己找到了一条近路，直到面对海量的敌人时，你们才意识到这条近路需要貌似通过戒备森严的 IMC 动力测试设施。 BT 甚至一度被工厂机械手臂给钳制，而你独自一人在战火中生存逃离，最后和 BT 会合，并一起击败了精通近战突袭的佣兵艾许。在一次次濒临绝境的作战中，原本恪守程序、形式刻板量产机甲 BT 甚至能和你打趣，一本正经的讲冷笑话，而你也在实战中快速积累经验，褪去了新兵的青涩莽撞，一步步成长蜕变。铁
域，我认为以后还是不要走捷径好了。随着剧情推进，故事进入了最具创意的时空解谜篇章。我们手中的时空折叠可以不断穿梭过去和现在，穿越障碍，逃离险境。是怎么样的天才才能想到这样的跑酷手法？我们成功找到安德森少校，却只迎来少校牺牲的结局。凭借他的手环一路追踪他原先的足迹，我们得知了 IMC 一个惊天的谋划。他们正在秘密研发名为圣柜的超级武器，其威力足以毁灭一颗星球。说个题外话，看着上校死时的离奇姿势，绝对是在时空穿梭时被时空折叠时的墙壁硬生生卡死在这的。IMC 计划将圣柜的核心能源运送至天龙星发射阵地，一旦部署完成，将启动毁灭性打击，一举摧毁反抗军核心总部哈莫尼星，彻底终结边境战争。查清真相后，我们击败了信号发射基座的敌人，成功将这关键情报传回了反抗军总部。指挥官莎拉亲自带队驰援。我的铁玉，我们现在的作战效能评分超过90%，请求授权保持此连线。但他却明确提出要给 BT 重新匹配一名经验丰富、资格合格的正式铁玉，替换掉尚且稚嫩的库珀。在外人看来，这是最优解，是为战力、为任务负责的选择。可一向恪守程序、绝对服从指令的 BT 却违背了高层的命令，坚定拒绝更换铁玉。他的程序里没有私情，没有偏见，无数次绝境并肩、生死相守的实战，早已让他认可了这个不专业却足够勇敢、足够信任他的少年。在系统判定的最优战力与生死与共的搭档之间， BT 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库珀。库珀被正式授予资格，从临时铁玉成为了 BT 独一无二的专属铁玉，一人一机的羁绊至此彻底绑定。协议3：保护铁玉。在剧情的终章，终于迎来了全局最高潮与悲壮的终极对决。为阻止圣柜启动，挽救整片星系，反抗军集结全部战力，准备夺回圣柜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和雇佣军毒蛇的战斗尤其让人印象深刻。毒蛇战斗力和意志之强，让 BT 付出了一只手臂的代价。虽然夺回了圣柜，可敌方的飞船也岌岌可危。就在这危急的时候， BT 支撑着断臂，牢牢用自己的身躯将我们护在身下，躲避了即将到来的巨大爆炸。意识模糊中， BT 和我们一起被雇佣军给俘获。战役中最虐心的一幕也由此诞生。我说数到3，1、2、3，没那么难吧？对吧？是啊，小队就是这样，要不一起赢，要不一起死。小心，跟着他！这招挺不错，再见了。喂，快搬走圣柜，时间不多了。玩家万万想不到，游戏设计师把极致的机甲浪漫藏在了 BT 的脑壳里。绝望时 ，BT 硬生生取下了自己的核心，里面是一柄战术小刀和一把智能锁头的手枪。我们凭此一路杀出了一条生路，而指挥官也为 BT 准备了一具更强大的泰坦身躯。这重逢的一幕绝对让无数玩家再次振奋。嗨，杰克。圣柜再次易手，反抗军集结了所有的泰坦，再次对敌方基地发起总攻。我们突破了敌军最后的防线，击败了雇佣军斯隆，距离阻止灾难仅有一步之遥。此时，只有我们深入武器内部，拆除圣柜，才能阻止折叠五时空武器对哈莫尼星的攻击。可即使强行拆除了武器，圣柜的能量被点燃，
一场足以毁灭星球的爆炸在所难免。遵循刻入核心程序的协议3，保护铁域 ，BT 做出了最决绝的选择，他用尽全部的力量，强行将库珀弹射脱离战场，以自己的机甲躯体滞留爆炸核心，独自承载圣柜的毁灭能量，在漫天火光中彻底消失，用自我牺牲完成了任务，也守住了守护搭档的终极誓言。这一次，他的核心留在了爆炸的最中央。协议3，保护铁域。你在做什么？相信我。战争落幕 ，IMC 的惊天阴谋被彻底粉碎，星系危机解除，库珀成为拯救边境的反抗军英雄。但胜利的荣光之下，是失去毕生搭档的无尽落寞。这场万众欢呼的胜利，终究换不回并肩生死的 BT。库珀望着远方，铁鱼头盔的终端忽然接收到一串断续的摩斯电码，而翻译后的讯息正是 BT 无数次让你在绝境时安心的话：相信我。这温柔的伏笔为悲壮的结局留存了无尽的希望，也让这段跨越人机生死相守的羁绊成为无数玩家心中永远的意难平。纵观《泰坦陨落2》的整部剧情，没有宏大的救世史诗，没有复杂的权谋纷争，核心要义只有纯粹的信任与双向奔赴。无论是穿梭在时空错乱折叠关卡，翻越浮空的星际要塞，还是鏖战全副武装的敌方机甲，突破层层封锁的战场绝境，支撑玩家走下去的，从来不仅仅只是通关执念，而是一人一机不离不弃的羁绊。游戏尾声的终极抉择，更是将情感推向顶峰。BT 那句“相信我”，成为无数玩家刻在 DNA 里的经典台词。最后的自我牺牲，没有刻意虐心，却用最克制的方式，留下了整个 FPS 游戏史上最意难平的温柔与遗憾。这份厚重又纯粹的羁绊，足以秒杀9成9的同类游戏。也正是这份极致的诚意与超前的创新，让它在销量惨败的遗憾中，硬生生杀出一条口碑之路。发售至今，《泰坦陨落2》常年保持着超高好评率，斩获无数媒体高分评价与年度最佳射击游戏提名，被无数玩家奉为 FPS 剧情天花板，机甲题材永远的神作。不同于多数流量爆款高开低走，它的热度逐年递增，靠的不是宣发炒作，不是流量加持，而是每一位玩家通关后发自内心的认可与安利。当然，这款神作也有着无法规避的时代遗憾，受限于当年的发售档期挤压，多人服务器外挂泛滥，厂商后续停更、弃坑等问题，它终究没能在商业上取得匹配品质的成功，续作遥遥无期，成为无数玩家心中的最大的遗憾。可恰恰是这份不完美，让这份情怀愈发珍贵。光阴流转，无数射击游戏迭代更新，轮番爆火，却再也没有一款作品能复刻《泰坦陨落2》的独特质感，没有一款 FPS 能将机甲的厚重、跑酷的灵动、剧情的温柔、战斗的热血融合得如此完美。在所有游戏都在追求竞技对抗、输赢胜负的时代，《泰坦陨落2》温柔地告诉每一位玩家，游戏不只有厮杀与输赢，还有信任与守护。BT 与库珀跨越人机、超越生死的双向奔赴，是无数玩家心中永远无法替代的机甲浪漫。它是生不逢时的遗憾神作，是低开高走的口碑传奇，是永远封神的机甲白月光。历经时光沉淀，《泰坦陨落2》依旧是那句玩家公认的真理：你可以永远相信 BT， 永远相信《泰坦陨落2》。感谢你的观看，我是海米，神作千里计划正式启动，关注我，带你深挖更多游戏神作的隐藏伏笔与虐心真相。